宁缺用了魔宗功法遁去身形，我们无法锁定他的位置。逼他现身。冥王之女，你终于来了。谁要敢动桑桑，就先从我身上踏过去。13先生，宁缺，我一直很好奇你是一个怎样的人，但今天看来让我很失望。不过也罢，你终究是个小角色，归去吧。光明不变，正道永存。桑桑，桑桑，我冷，我好冷。桑桑，坚持住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我坚持不住，我撑不住了。桑桑，我们是很辛苦，很辛苦才活下来的，你一定要坚持住，没事的，啊！我做错了什么？我做错了什么？你做错了什么？
天空的黑暗，难道这就是永夜？那一瞬间，有一种力量从内到外将我撕开，全然断裂。我像空气一样漂浮起来，不知道自己是正在死去，还是正在重生。感觉怎么样？很强大。喜欢吗？不喜欢，为什么不喜欢？因为没有人会喜欢我了。我喜欢你。现在就算别人都不喜欢你，但只要我还喜欢你，那就和以前没有任何区别。我本来长得就黑，如今把天也弄黑了。就算你喜欢我，也没有人愿意让我再留在这个世界上。
太甚！呸！您来了。想来想去，终究想不明白，所以便来了。那您还是做出了选择。也许我的选择最终会被证明是错的，但至少现在，我想这样选：打我的小徒弟，谁都不行。老师。畜生，剑来！夫子，即便是您老人家前来借剑，也该打声招呼吧？打什么招呼？借就借了，你剑圣柳白又不是小气鬼。多谢夫子夸奖。尝尝人间之剑的厉害。你比贾两谁的牙口更好？就是我要的结局。他果然为了那名女站到了所有人的对立面。今天，他总算做出了决定。老师，您怎么在这儿？我在这，该在哪里？这是哪儿？无所谓哪里。真是没想到，这辈子还能见到你。这么悲观，可不像我的弟子小13喽。经历了太多生死，
真不知道自己现在是活着，还是已经死了。你要是死了，我现在跟你聊天，我是不是也死了？不是，说的什么屁话？活着，我们都活着。哦，见过老师。好好活着。老师，桑桑没事吧？还活着吗？当然，你看她睡得多香。我是说，她作为名女。什么狗屁名女？她就是桑桑。先前我展能令昊天神辉为光团注入她体内，镇压冥王烙印，顺手便把人间之力灌了进去。什么是人间之力啊？我就是人间，我的力量就是人间之力。老师，岐山大师曾经说过，这棋子饿了，吃饭去。哎，这荒凉的地方哪有吃的？跟着我走便是。老师，您救了我们，西陵会不会迁怒于唐国？肯定会。那，您也会为唐国出手了？不会。老师，天道无情，但您是有情之人。总不能看着举世伐唐吧？既然我是人，难不成我能把世间所有的人都杀掉？这种事情着实没有什么意思。我可不愿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。那您觉得什么有意思啊？与天斗，其乐无穷，其间才有大意思。哦，懂了。也许以后会懂吧。老师，您把唐他们弄哪儿去了？自然是安全的地方。我说你小子，为师费那么大劲把你们救出来，你先关心老婆，又关心唐国，现在还关心了荒人那个小子，就没有关心一下为师我？老师，来，我给您揉，给您伤心呐！别了，老师，你这没皮没脸的，你这是个你。哎，桑桑，桑桑，你醒了？是老师救了我们，赶紧谢谢老师。桑桑。桑桑，老师，桑桑可能还没有睡醒，您别见怪啊。上车。哦。我和桑桑以后就要在这里待下去了。有点难以想象。屠夫当年曾经在这里躲过一段时间，应该传下了他的独门绝技。屠夫？屠夫烤的羊腿是最好吃的，如今也不知道他躲在哪里，很多年都不肯见我。老师。您说的独门绝技，不会就是烤羊腿吧？我也会呀。不对劲，
这羊肉不对。啊？怎么了？哪不对？这羊肉吃的就不像羊肉了，还能叫羊肉吗？老师，这哪儿不像羊肉了？要不给您来碗羊汤？肉都没法吃了，还喝什么汤啊？哦。来碗羊汤吧。老师，会不会很麻烦？让人很麻烦。不会有事吧？你只会关心小的，就一点都不关心老的。他会死吗？我死了，他也不见得会死。我现在关心的是肉，我现在吃肉没滋味了。上车。哦，换别个地方。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回来。老师，这天究竟是什么？这天，它不是天空，而是规则，无形无声，无处不在。我们都生活在这天的规则里。换句话说，这天是我是你是三法。是万物生长，是潮起潮落，所有人世间的表象都是天。我们有什么，这天就有什么；我们有欲望，这天也有欲望；我们饿了要吃东西，这天饿了也要吃东西。这天吃什么？我们每天吃什么？我们每天吃牛肉、羊肉，吃鱼。这天，难道吃人？依据我的猜测，这天的补充来源于天地元气。可它无法直接食用天地元气，就好像羊不能直接吃泥土和阳光，狼不能直接吃草，所以它也需要一个过渡环节，那就是人。您是说，天地元气是草，修行者是吃草的羊？羊用草里的养分把自己变肥，最后再被天这匹狼吃掉。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道门典籍里一直说，修行是这天赐予人类的礼物。按您这说法，这份礼物实在太阴森可怕了。当然，
这天要比荒原上的狼群挑食得多。毕竟它是我们这个世界里最顶层的规则集合。普通的修行者在他眼里只是食而无味的样。越悟境之后的修行者，他们拥有了自己的世界规则，把天地元气纯化为独有的精魄。这些大修行者，才是这天的美味儿。那老师呢？夫子当然是人间最美的味道。说什么呢？桑桑，桑桑，你到底怎么了？老师走。老师，怎样才能不被这天吃掉？这确实一个很麻烦的问题。这天如果需要吃东西，它就吃阳光就好了呀，吃天地元气做什么？如果太阳是假的怎么办？啊，太阳是假的？太阳怎么可能是假的呢？太阳每天东升西落，都城的夏天太阳能热死人，太阳怎么可能会是假的？只是讨论一下，不用那么激动吧。我怎么能不激动？您说这天要吃人也就算了，现在让我相信太阳是假的，难道这世界也是假的吗？我把太阳这么大，它也是假的吗？不要吵了。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，我只想知道，接下来我们要去哪儿？极北热海。对，你爱吃牡丹鱼。哎，咱们怎么还不出发？黑货，走了。嚯，桑桑，走，走喽！哎，你看那边。何以解忧，唯有牡丹鱼。哎，老师，要不要我去给您打2条？要不然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？好像也是啊，我马上去给您打。哎，桑桑的刀工比曼曼好。那大师兄岂不是要失业了？
这鱼吃起来没往年的肥嫩了，只能将就着吃。说起来，热海已经快要冻到底部了，也不知还有几条牡丹鱼。老师，既然热海没几条牡丹鱼了，被咱们吃了，岂不是很可惜啊？蠢货，正是因为没有几条了，所以才得赶紧吃掉，不然等牡丹鱼绝种了，想吃到哪吃去？那我还是觉得被冻死也比被咱们吃好。作为好吃的鱼，被我们吃掉，当然是最好的归宿。哼，那，桑桑，吃点。睡着了。桑桑，亲我一下，亲一下，亲一下。赶紧的。没生气吧？我们已经定过亲了。定亲和成亲可是两回事哦。不就差一个拜天地的程序吗？今天在这儿，我和桑桑拜一个便是。有我在，还用得着拜什么天地？来，为师今天就要看着你们成亲。走。一拜夫子，二拜还是夫子，三拜夫妻对拜。就算爱是最微弱的存在，把所有阴霾都驱散，谁在为谁等待？是否何处有爱？没你一起忍耐。桑桑，以后我们就不回牢壁寨了，夜明湖也不要，我们就住在后山，和师兄师姐在一起。太好了，我们总算有一个真正的家了。以后呢，还能给二师兄养鹅，给大家洗衣做饭。那我就给老师放牛，给三师姐铺纸研墨。打扰你们了，好吧，驾！
进洞房了。把所有阴霾都驱散，谁在为谁等待？怎么？是不是觉得没有花烛，没有喜床，特别寒酸？为了今晚，你就是我相公。什么？是什么？没听见？你再说一遍。再说一遍，是什么来着？我都没听见。算了算了，我还是叫你少爷。好，叫什么都行啊。走。哎。干嘛用火锅？啊？怕你冷吗？你摸摸我的脸都烫成这样了，哪里还冷？哎呦，真的好烫。你的手也好烫。去。哎，你个老疯子，满世界的找我们，弄得我们日子都没法过宁生。这就罢了，还把天大的秘密告诉你那徒弟呢？啊，你说说，天怒啊！天怒有多可怕，你知道吗？天怒！你们俩也终于藏不住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俺们3个人，能知道这个秘密。没错，第4个人想知道，必须死。什么秘密？这天吃人，这算什么秘密？哎，别说了，不要说了，俺们还想再多活2年呢，多活2000年。对，2000年。你们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，已经活了1000年了，还没活够。我这没有挑战有什么意思呢？挑战？你要跟天斗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啊！世人把你尊称一位夫子，你以为你真的了不起了，是不是？啊！你以为你了不起呀？在上天的眼里，你就是一个随时都得被碾死的蚂蚁。啊！不要再成天抱着那个人定胜天的虚无缥缈的幻想了。我跟你说，可好人的例子，那就是血淋淋的。没错。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你们2人好好的躲着吧，再躲个1000年万年，看看这世界会有什么改变。我说，第4个人就是你徒弟。没错，他要是知道，必须死。你不动手，我们俩动手。我们动手。藏了1000年了，如今动手，自曝身份了。好啊，我等着你们出手。桑桑，你要去哪儿？
怎么了？做噩梦了？我想再睡一会儿。好，再睡一会儿。一闻香味儿就知道是老师回来了。桑桑呢？睡着呢。能把他留下来的人也只有你了。啊，老师，您说什么？看见那座雪山了吗？啊，在南方，任何一个地方往北走，只要一直不停地走，都能走到那座雪山下。那儿不会就是人间最北端吧？在雪山的另一侧有一片黑海，黑夜就是从那里开始，然后逐渐向南蔓延。老师，那里会不会离永夜很近啊？当年屠夫和酒徒也曾经这样想，他们以为冥王的力量最强，上天的力量很难延伸到黑海，于是他们便在那里造了一艘船，躲在船上可以长生不老。后来他们才发现那里并没有什么永夜，那艘船也就废弃了。屠夫和酒徒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贪生怕死的人和我一样，也是不想被上天吃掉的人。他们胆小怕事，连探究真相的勇气都没有，只会四处躲藏。你的粥糊了。还在睡吗？他睡着了。他最近还挺贪睡的，一睡就是大半天，而且还老忘事。刚说的话
转眼就忘了。可能是因为太累了吧。嫁给你这么个混小子，够他受的了，不累才怪。老师，我能说您为老不尊吗？你打没大没小。老师，您是进来找我麻烦的吧？我忽然想起一件事，想要问问你。什么事儿？你想不想见莫珊珊？他还好吗？他被西陵神殿关在幽阁里，怪可怜的。你要是想见他呢，我就随了你的心愿，送你去见他。我为什么要去见他？因为和他之间有一段未了的情缘。老师啊，您不但为老不尊，还唯恐天下不乱。我这才刚成亲。哎，我想见他。你想见他？真的？在烂柯，所有人都要追杀我们。只有他出手相救。还有岐山大师。所以，我要当面感谢他。那就辛苦老师了。石山先生，珊珊，珊珊，珊珊，石山先生，珊珊，桑桑，珊珊，桑桑，
欢一个人，远远望着他就已经够了，走得近了，未必是一件好事，很有可能会失望。我好像做了一个梦，我也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珊珊姑娘。是梦不是梦，无色亦无相。哼哼。你最近要是有什么心事，一定要跟我讲，听见没有？倒是说句话呀。少爷，你知道吗？我可以看到天地元气的流动。我眼中的世界和以前不一样了，你也和以前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有时候我见到你，就像是一株草、一朵花、一棵树。你是世间的所有，存在却又虚无，如梦幻泡影。所有的死亡都是久别重逢。这不像是你会说的话，是谁教你说的？没有人教我，我真的是这么想的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从那个梦开始。梦见什么了？在梦里，我把你给你把我怎么了？桑桑，你先好好平静一下，想想梦里发生了什么，然后告诉我。你真的想我把你杀了。少爷，你对他做了什么？你没看到他睡着了吗？
他一直绷得太紧，身子早就扛不住了，让他好好睡一觉吧。都怪我最近睡得太多了，没有好好照顾他。眼下发生的许多事情，都是你无法了解，也是无法控制的。醒啦？我睡了多久，老师？3天3夜。这么久？你还记得你睡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我好像和书痴姑娘道别，然后就去找桑桑。哎，我什么时候见的书痴姑娘？然后呢？然后不记得了。哎，桑桑呢？去买烤红薯了。老伯，哎，3个红薯。好嘞。来，谢谢。这是哪儿啊？桃山脚下。桃山，老师，这可是西陵啊！虽然您老人家在这儿，但桑桑是冥王之女，我们这么明目张胆的，不太好吧？而且现在桑桑一个人在外面，不是送上门给人家抓吗？哎，不行！我现在就要吃这家的烤红薯。老师，烤红薯的代价会不会太大了呀？这家烤红薯啊，一直开着，已经开了数百年了。啊？这数百年？那不成千古生意了吗？老师，您可别骗我。很久以前，我来这里吃烤红薯，遇见了一个年轻人，他向我讲述了他的宏大理想，我听了以后觉得很有意思，就决定帮助他实现理想。后来这个年轻人就建立了一个国家，一个能与西陵神殿抗衡的强国。老师，这个年轻人姓李吧？后来这个年轻人就建立了一个国家，一个能与西陵神殿抗衡的强国。老师，这个年轻人姓李吧？他就是唐国太祖？是啊。师父，如今宁缺是京城镇的守护者，可他却离开了都城，万一有什么事儿，可怎么办？昊天道南门是唐国的南门，也是唐国的一道壁垒。为师我就是拼了这把老骨头，
也要等到宁缺回来。精神症不容有失啊。师傅，这精神阵到底设在都城何处啊？闭嘴！精神阵其实你能问的，弟子不敢。精神阵是由夫子所创，是世间的第一大阵。精神阵的守护者向来都是由他自己挑选的。当初你颜色师伯就是被朱雀选中，如今宁缺也是。精神阵是都城的最后一道屏障，任何人不能说，不能问，也不能猜。你记住了吗？徒弟记住了。都城，桑桑，我们回家了。走。哎，当年修这座城的时候，应该是我这一生最快乐的日子。都城是您建的，那精神阵自然也是您建的。颜色把镇营处交给你，南门里有些人还不服气。哼，这镇本来就是我的，传给你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当然，当然，理所当然。走，我们进城。走，上车。上什么车呀？走。桑桑，走。废话，走。做梦也没想到，我和桑桑还能回到唐国都城，像以前一样，自由自在行走在这片土地上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，就像做了一场梦。只有老师才能做到。哎，老师，其实以前这些事情都是桑桑来做的，但是这1年多呀，已经不一样了。现在啊，都是我来做。我跟您讲，您徒弟我现在已经是上得战场，下得厨房。一会儿我给您炒几个拿手好菜。对了，老师，唐国为什么没能一统天下啊？唐国打遍天下诸国无敌手，但还有个西陵啊。哎，您没出手啊？当时我还不够强大，哼，至少我没有把握在不惊动上天的前提下，把成天喊着光明不灭的骗子一锅端掉。哎，老师，您能说出这样的话，已经证明您足够强大了。葱花，这道菜啊，一定得放葱花。桑桑做这道菜的时候，都是临出锅的时候才放。哎，这样才能保持葱花的新鲜，对吧，桑桑？我们该走了。啊？我刚做好，一口都不吃啊。留给他们吃吧。啊？他们是谁？
哎，王师傅，我们下一站去。这里的味道好熟悉，似乎以前来过。怎么了？我知道桑桑已经把老比斋忘了。接下来，会不会真的把我也忘了？都是桑桑做的，老师喜欢的菜。好久没有吃到桑桑做的菜了。还有小师弟最爱的口味王冰了。好久没和他一起吃饭、喝酒。老师最不喜欢浪费食物。尤其是不喜欢把酒剩下。来，我们来祝小师弟跟老师一切顺利。现在就要做最重要的事。吃饭。唐国逐渐强盛之后，像我这么懒的人，当然不愿意再去理会朝政之类的事情。从那之后，我就开始去忙我自己的事。您在忙什么？找人。什么人啊？2个贪生怕死之徒，屠夫和酒徒。您究竟想做什么？人怎样才能战胜上天？这旗子怎么？永业真的会来吗？不知道。您是夫子，您都不知道。这要真的无所不知，那人生岂不很无趣？有时候愚一点才能有趣。看得太清，便要想看看别的风景。你说为师破了这天如何？破天？您想破了这天，然后看到一个不吃人的风景？那样的风景一定可以存在，
天知道您的想法吗？当然知道，在这个世界的一花一草一木，一个微笑，一个念头，都在他的目光注视之下，就连因果也逃不出他的计算。这天如此，那冥王又是怎样的存在？没有冥王。没有冥王？我去过很多地方，看过很多风景，就是没有见过冥界。既然没有冥界，自然就没有冥王。怎么就没有冥王？永夜不是要入侵人间吗？天庭那么多法器，不就是为了对付冥王的吗？天庭想镇压的是他所以为的冥王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他涅槃前所做的应对确实很有道理，只不过他到最后也不知道冥王究竟是谁。她是冥王的女儿。如果没有冥王，怎么会有她？池儿，已经到了现在了，你真的不懂，还是一直不愿意朝那个方向去想？你不要忘记，在成为被人间追杀的冥王之女前，她可是光明之女。这是最简单朴素的道理，哪怕是初入书塾的孩子都能想明白。其实我早就应该想明白，只不过这道理实在太简单，反而不容易想起。什么道理？绝对的光明就是绝对的黑暗，大道至简。在荒原上的那一刻，他成功的让我相信，桑桑真的是冥王的女儿，让我把人间之力灌注到他体内。人间之力就是我的一部分，现在我的一部分已经在他的体内。从那一刻起，我与天已经开战了。在这些天的旅程中，他一直看着我，我也一直看着他，所以我吃肉的没味道，所以我带着你们满世界的找肉吃。我不相信命运，我也不相信我的命运要和他的命运纠缠不可分离。然而事实上，在天意的安排下，这事情早已注定。18年前，我在书院后山看着你从柴房里出来，我也看到了他的降生，我看到了柴房里的血，也看到了被稳陀抱走的曾家小女婴。只不过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意味着什么。她在烂柯寺里成为了冥王的女儿，然后你带着她被人间追杀。其实我有很多次机会都可以出手，
但是始终我没有出手。如今想来，当时我已经隐隐察知到命运的走向，所以本能里只想与这件事情保持足够的距离。但您最后还是做出了选择。大概是因为我在人间实在呆烦嘛，想要顺势而行，借这个机会破除自己的心障，上天与纳斯战上一场，为你留下桑桑。这一战不可避免了吗？现在他知道我在哪里，我也知道他在哪里，那么我便没有办法再拒绝他的邀请。这一场战斗势在必行。